這台品球磁吸充電寶產品超薄形態做出來了，效率沒掉鏈子，無線不是擺設，有線也夠實用，文波和控制都站住了，再加上 ATL 半固態電芯，它的賣點確實是很足，5000毫安時 7.5 瓦級別，值得推薦入手。各位大家好啊，今天我們來測試你們這些老鐵都想看的品球半固態磁吸充電寶。品球這個牌子最近挺火，它是深圳諾沃克科技旗下的充電寶品牌。它最吸引人的地方不只是轻薄機身，也不只是磁吸無線充，而是直接把宁德新能源 ATL 出品的半固態電芯這個概念放了進來。這個噱頭說實話確實不小，但我向來不吃宣傳這一套啊。材料名詞說的再漂亮，最後還是得靠測試說話。接下來我們按老規矩把我們的實測流程走一遍，這台產品到底有沒有真東西，測完就知道了。首先我們看包裝盒，非常的簡潔啊，一個磁吸充電寶的圖案，上面有品球的 logo， 背面是產品的規格信息、條碼信息和製造商信息。盒子是採用的拉條的設計啊。打開盒子，有一張紙把它隔住的半透明磨砂材質。充電寶本體跟盒子上面的宣傳圖基本上是差不多的，使用說明書和一張2維碼信息。盒子裡面的內襯它是絨面的。品球的 logo， 5顆 LED 電量指示燈 ，Type-C 充電口也是放電口，功能按鍵，磁吸區域有圓形的圖案。這個充電寶外觀可謂是非常的簡潔舒雅啊，跟咱們前面測試的小米的金沙江充電寶外觀有一點點像。充電寶寬度70毫米，高度102毫米，厚度僅6.9毫米。充電寶連包裝盒一起重量192克，單充電寶重量107克。鋁合金的外殼，磨砂爽滑的質感。摸上去手感非常的不錯啊，喜歡轻薄產品的這個外觀肯定是抵抗不了的。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充電寶的規格及有線和無線的協議情況。充電寶由於是鋁合金的殼體，上面印的字我拍的不清楚，我們直接看盒子上面的規格信息。產品名稱：磁吸無線移動電源，型號為 LWP05C3，鋰電池容量5000毫安時，3.92伏。19.6瓦时，额定容量為3000毫安时，5伏2安的情況放出來的，我們後面再做驗證。C 口輸入20瓦 ，C 口輸出也是20瓦，無線輸出功率最大功率是7.5瓦 ，C 口加無線充輸入5瓦加5瓦。這邊是認證信息啊，3C 認證，歐盟 CE 認證 ，ROHS 環保認證，請勿扔下垃圾桶，非熱帶地區使用。3C 認證信息咱們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可以解讀。我們來看一下充電寶的快充協議情況。這個協議情況基本就涵蓋了目前的安卓和蘋果的20瓦級別啊。高通 QC 3.0 快充協議，華為 FCP 18瓦功率，華為 SCP 25瓦功率，三星 AFC 也是18瓦功率，展訊的 SFCP PD 3.0 20瓦，也就是2個固定檔位 ，DCP SAM Apple 2.4 3個基礎協議啊。這個是充電寶無線協議支持的情況，有 BPP 5瓦 ，Apple 7.5瓦，2個無線功率檔位啊。前面協議檢測大家看到了啊，它的快充協議支持還是非常豐富的。20瓦級別的充電寶它就要這樣，我們用手機來驗證一下。首先是華為和榮耀系可以啟動雙閃快充啊，9伏的電壓檔位，實際功率12瓦。我們再來看米家的設備，顯示快速充電，實際功率在15瓦左右，也是可以的。我們來看 vivo 藍廠的，同樣啟動9伏的快充電壓，功率在12瓦左右，也是可以。然後我們再看綠廠設備，顯示正在快速充電，功率也是12瓦左右，都是9伏的快充啊。我們再来看三星手機，顯示正在快速充電，也是9伏的電壓檔位，功率可以到15瓦左右。這樣測試下來啊，這個充電寶在外面應急給安卓手機充電也是沒有任何問題的。我們現在就是對這個充電寶做5次充放電循環來檢測它的能量轉換效率。5次充電全部用蘋果的20瓦充電器，採集數據還是老規矩啊，我們用這個儀表。這個充電寶5次充放電的數據都出來了啊，20瓦的功率給它充電，這個充電的時候温度還是可以的啊，是32.5攝氏度。放電的時候20瓦的功率放了15分鐘，它就會降為5伏，這個時候壳溫為43.3攝氏度。然後我把它冷卻了，再用20瓦的功率放電，還是一樣的，15分鐘又要降到5伏。後面3次我就用15瓦的功率，最後一次是5伏2安10瓦的功率放的電。按照我充放的數據，得出它的實測轉換效率5次乘積平均下來是72.8%。
充電寶的額定能量值是 19.6 瓦時，按照這個數值換算，得出它的轉換效率為 85.4%。在這個級別的充電寶，這個轉換效率做的是很不錯的。最後一次5伏2安10瓦的功率放電，一共放出容量是3424毫安時。充電寶官方額定3000毫安，這個我們放出來多了424毫安時，這個容量足足的。這個品球磁吸充電寶根據前面的無線協議的測試，它的無線功率最高只能到 7.5 瓦，我們就用 7.5 瓦的功率來對它進行負載，看它能不能堅持30分鐘時間。大家看我截屏下來的上位机界面啊，鼠標在下面滑動的進度條上面，藍色是電流，綠色是電壓，這個進度條上面沒有任何的斷檔的情況。從上位機截圖可以看到，已經運行了31分多鐘了，還在持續，沒有停。還有就是這個30分鐘時間，我用熱像儀檢測了3次溫度。10分鐘的時候，它的殼體溫度為32攝氏度；20分鐘的時候，殼體溫度為36攝氏度；剛剛測試，殼體溫度為38攝氏度。溫度控制也是做的可以的。還有就是這個測試儀上面是有風扇的，我測試的時候都是把風扇給關掉的啊。這個充電寶的體積做薄了，但是 7.5 瓦的功率是可以長時間持續的運行的。真正的充電效果，我們還是要用手機來測試。目前這個16 Plus 電量還有 2%， 同樣是半個小時的倒計時，我們來看它的充電效果。這個磁吸效果也是很不錯的啊，這樣甩都不掉。半個小時倒計時開始，已經過了半個小時了啊，大概充了32分鐘了。現在手機的電量是 21%， 也就是說30分鐘時間大概給它充了18、19個電進去。給這個手機實際充電的時候，咱們再次測試了一溫度，這個充電寶表面的溫度大概是37度的樣子。這個溫度也就是跟我們人體內部的溫度是差不多的啊，溫度不算熱。我們現在來測試它的有線充電功能啊。測試之前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無線跟有線同時用的時候，會不會自動的切換到有線上。首先，我們開啟無線充功能。這個充電寶無線充開啟的時候，這裡有一個藍色的 LED 指示燈。我們這是插上有線，有線插上以後，這個藍色的指示燈就關閉了。我們再按一下这個按鍵，它就會自動的切換到20瓦的有線快充。目前這個蘋果手機還有 22% 的電量，這個充電寶我再一次把它充滿了。我們就是要看它滿電的時候能給這個手機補進去多少電量。已經充了1個小時了啊，我們來看一下充電曲線圖。20瓦的功率持續了12分鐘時間，然後降到5伏的基礎功率進行充電了，也就是10瓦的功率啊。目前手機電量為 79%， 大概充了 55% 的電量進去，這是有線充電的效果。把它當做一個便攜式的應急補電還是可以的。我們現在做的就是溫波測試啊，它有2個固定檔位，我們都要把它測一下。5伏3安15瓦功率，溫波最高的時候是 25.1 毫伏，平均溫波 23.4 毫伏左右。9伏20瓦的功率啊，這個時候溫波最高的時候是 51.6 毫伏，平均溫波 48.6 毫伏左右。溫波非常的平，我把溫波調一下給大家看一下啊，調到20微秒，它還是這個形狀。因為是直流電，溫波輸出就要盡可能的直和平，然後就是平均溫波和最高溫波差值越小越好。兄弟們，經過完整測試下來，這台品球磁吸充電寶，它不是一款只會拿 ATL 半固態電芯當宣傳詞撐門面的產品。至少從測試表現來看，它本身是有真東西的。有線快充20瓦級別手機基本都能夠正常的開啟，說明它的協議兼容，不是擺設。轉換效率5次循環下來，實測平均效率 72.8， 按照官方額定換算，平均 85.4。這個成績放在5000毫安時級別的超薄磁吸充電寶裡，已經算是很不錯的。容量方面，官方額定輸出3000毫安時，我們實際放出3424毫安時。這不是玩文字遊戲，而是實打實告訴你，實際可用容量是有驚喜的。這麼超薄的體積，無線這邊才是更難得的地方。7.5 瓦無線烤機能連續輸出30分鐘，不斷功率，殼體表面最高溫度只有38攝氏度。這個表現說白了，已經不是能用2個字來概括了啊，而是真正把持續輸出和溫升控制都做到了一個比較規矩的水平，再加上優秀的溫波控制，輸出質量也很老實，沒有花裡胡哨。所以這台品球磁吸充電寶產品超薄形態做出來了，效率沒掉鏈子，無線不是擺設，有線也夠實用，溫波和控制都站住了，再加上 ATL 半固態電芯，它的賣點確實是很足。5000毫安時 7.5 瓦級別，值得推薦入手。
下一期拆解篇我們就把它徹底拆開看清楚。畢竟這次品球用上的是 ATL 的半固態電芯方案，它到底只是名字更響，還是在電芯結構、保護設計和安全冗餘上真的有提升？拆解篇見分曉。測試為了了解，才是為真相，認真車載客觀輸出。我是離火車載，非常感謝各位兄弟們一直以來的支持和鼓勵，有你們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動力。這期視頻謝謝大家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